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我们来深入拆解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趣的市场，2025年底的凤凰城房地产。那它有趣在哪里？就是市场上各种数据看起来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一下跟你说市场很热，一下又说市场很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用数据一层一层剥开，来找出这个市场的真相。为了把整个脉络厘清，我们这次的分析会这样走。首先，我们会快速扫描一下2025年凤凰城的总体概况，接着我们会钻得更深，用一个具体的案例西谷地区来看看宏观的趋势在地方上是怎么呈现的。第三，我们会讨论一个可以说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增值神话是不是要结束了。第四，我们会检视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却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租赁市筹。最后，我们会把所有资讯整理起来，给现在的买家和卖家一份最实用的行动备忘录。OK， 我们就从大局开始看起。凤凰城的房市数据啊，真的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好像同时在讲两个完全相反的故事。所以啦，这就带出了我们这次分析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么多混乱的信号里面，凤凰城的房市现在究竟是热的还是冷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关键信号，供给量。跟去年同期相比，市场上可以卖的房子数量大幅增加了 13.5%。直观来看，房子变多了，这通常是市场可能要降温的迹象，对吧？因为选择变多，买家的压力就变小了嘛。但好玩的地方马上就来喽，虽然待售的房屋多了这么多，但实际上真正卖掉的房屋数量跟去年比，只有微幅增加了 3.4%。你想想，供给量冲上去了，但成交量却没有跟上，这就有点意思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市场的消化能力其实并没有跟上库存增加的速度。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为了让情况更复杂一点，我们来看另一个数据，待过户交易，意思就是已经签约准备要成交的案子。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强劲增长了 10.2%。哇，这代表未来几个月的成交量其实是看涨的。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矛盾？一方面实际成交量温温吞吞的，另一方面未来的成交量好像又非常乐观。再来一个专业指标，叫做库存月数，从去年的4个月增加到了现在的 4.4 个月，增加了 10%。简单来说，这代表以现在的销售速度，市场上所有的房子需要 4.4 个月才能全部卖完。这个数字的增加，就意味着市场的天平正在从卖家那边慢慢地、稍微地往买家这边倾斜了一点。我们来总结一下年底的几个关键指标。首先，平均售价稳定在59万美金左右，价格算是撑住了。但重点来了，平均销售天数拉长到了84天，而且成交价也只拔到开价的 97.4%。这代表什么？代表卖家需要折价才能把房子卖掉。最关键的是这个挂牌成功率只有 66.2%， 这意思就是市场上有1/3的房子最后是卖不掉，下架收场的。刚刚我们看的是整个凤凰城都会区的平均数字，但我们都知道，平均这2个字常常会掩盖掉很多真相。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钻到一个特定的区域——西谷，来看看这些大趋势在实际的社区里面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来看一个超级经典的案例 Viredo 这个大型社区，它里面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给所有年龄层住的 Viredo， 另一个是专门给55岁以上退休人士的社区 Victory。明明就在同一个地方，但市场表现却是天差地远。你看，一般区的房价中位数年增长了 6.8%， 但销售量却下降了 6.3%。反过来看退休社区 Victory， 房价年跌了 6%， 销售量却是暴增了 45%。为什么会这样？
关键就在于竞争对手。一般区主要是二手房在互相竞争，而退休社区呢，则是面临大量新建案的直接冲击。建商给出的优惠和低利率，对二手房市场造成了巨大的价格压力。在这里也补充一下，为什么矽谷这些大型规划社区会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们卖的不只是房子，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家社区里面就有18栋的高尔夫球场，有度假村等级的泳池和健身中心，还有超多的步道和漂亮山景，甚至连商店、餐厅和学校都整合在里面。就是因为这种便利性和生活品质，才持续吸引着买家不断的涌入。好，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要来谈谈2025年整个市场最关键也最令人惊讶的趋势。这可能是一个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房价必然增值的这个神话似乎正在破灭。这里有一段来自市场分析师的评论，他说：“我们实际上正进入负值区，这里出现了房价折旧，这是我们自从2003年2月以来从未见到过的情况。”各位，你听到了吗？20多年来第一次出现房价下跌，这绝对是一个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信号。这个趋势的转变可以说是相当戏剧化。我们回顾一下数据。凤凰城的年度房价增值率，在2024年7月的时候，还有高达8%的强劲增长，但到了2025年初就降到了6.7%，结果到了2025年底，这个数字直接变成了负的0.5个百分比，从正8%到负0.5%，这个下跌的速度真的非常快。不过，整个市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碎片化现象。怎么说呢？核心的凤凰城增值率是负的0.5%，一些比较边缘的地区，像是 Queen Creek 也微幅下跌。然而，传统的富人区 Scottsdale 房价增值率依然有正的3.5%，这就说明了高价位的豪宅市场，因为买家很多是现金交易，对利率比较不敏感，所以表现依然坚挺，已经跟主流市场完全脱钩了。聊完了买卖市场，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到一个常常被大家忽略，但却是需求面的早期预警系统，也就是租赁市场。租金的变化往往能提前告诉我们整体房市的健康状况。一个惊人的数字出现了，在高阶的物业市场，租金可能面临高达20%的降幅。你想想看，20%，这对投资者来说真的是一记重击。我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比方说一间房子，过去5年都能很稳定地租到每个月5000块美金，但现在呢，可能连4000块美金都很难租出去。这中间1000块美金的月租金差距，是直接冲击到房东的现金流和他的投资回报率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房东困境循环。首先，长期租客搬走了，接着房子就面临了意料之外的空置期。当房东重新要招租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市场的租金行情已经大幅下滑了。最后他没办法，只好被迫接受更低的租金，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现金流。而这个现象正在凤凰城普遍的发生。OK， 分析了这么多数据，重点来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资讯全部整合起来，变成对买家和卖家来说清晰而且可以执行的2026年行动指南。很明显的，市场的权力平衡已经转移了。对买家来说，现在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有更多的库存可以调，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可以要求卖家提供更多的补贴，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被逼着要仓促做决定。那反过来对卖家来说，挑战就是竞争对手变多了，面临更大的降价压力，房子必须维持在最佳状态才能吸引买家，而且要准备好，房子可能会在市场上待更长的时间。所以我给2026年买家的3点具体建议：第一，勇敢议价，不要怕；第二，
多去看看那些在市场上待了比较久的房子，因为屋主通常更有谈判的意愿。第三，大胆地要求卖家提供补贴，不管是帮你支付过户费用，还是帮你降低贷款利率。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数据，光是去年11月，就有54%的交易包含了卖家补贴，平均金额高达$10,000哦。那卖家该怎么办呢？这里有4点策略建议。第一，定价要务实，从第一天就要有竞争力，不要想着试水温。第二，投资一点钱做必要的翻新，确保你的房子是那种拎包入住的完美状态，因为现在的买家真的很挑剔。第三，做好心理准备，销售时间会拉长，对于收到的报价也要保持弹性。最后也最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你的竞争对手是谁，特别是附近的那些新建案。后，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第一，凤凰城的房市充满了矛盾，正在从一个卖家市场转向买家市场。第二，市场高度碎片化，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表现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房价增值的神话正在被打破，这是20年来第一次出现的警讯。所以，这也留给我们一个最终的问题去思考：2026年的凤凰城市场对买家来说，这会是一个绝佳的进场机会，或者这其实只是一个更深度回调的前兆而已。这真的值得我们继续观察下去。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